嗨，欢迎回到龙树大师的课程。好，让我们开始。我们是要持续到5点25分，对吗？题目可以。好的，我们有7个因果关系的选项，基本上是独立的。这里是其中第5个选项，被引发的果。他是有自信的吗？还是没有自信？现在请注意，在这里虚无的含义变化了。以前虚无意味着没有结果的起因，而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结果是否无自性的？所以这里是不同的无。不可能存在一个起点。如果该事物并非没有结果，让我想一想。我想第一句话可能说的是之前提到的无。让我们看看论释。顺便说一下，那个 K 状在第一行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我从未见过，但他开始反复使用它。现在很清楚了，他的意思是，我给你几个选择，你选一个。所以 K 状是指我将给你几个选择，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哦，那一行在雕刻中被弄乱了。雕刻中说选项4和5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当中的一个必须是错的，而且就是这一个错了。他真正应该说的是，结果的增长，结果的开始。结果的增长是没有自信的吗？或者不是？你告诉我你的想法。现在他没有说起因是否为空性的，或者结果是否为空性。他说的是结果的增长是空的还是不空的，懂了吗？不一样的。结果的增长是否为空性？让我们考虑一个结果，他有自信，不是空性的。让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结果，假设它不是空性的，它无法开始，因为 tandemaidu， 它不是缘起而生，它不会表现出缘起，所以它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论证中的理由，但它所谈论的是一个深刻的原则。它是什么？如果某物是缘起而生，它就不可能有自性。抱歉，它必须是无自性的。如果某物是缘起而生，那它必须是无自性的。如果它不是无自性的，它不可能是缘起而生。它不可能 GABA， 这意味着什么？它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是一个差劲的论点，因为它是有自信。真是谢谢。顺便说一下，它已经多次重复了。如果某事物有自信，它就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这样就会失去它的自信。就这样，这已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争论。如果某事物有它自信，它就不会死，因为这意味着它的自信将不得不变化，那么它将不再是自信。因此，具有自信的事物永远无法停止，因为那样它们就会和以前不同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某事物有它自己的性质，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某事物就是它自身的本性，它的真正本性，那么它无法被改变，这种性质是不能被修改。多巴的意思是把它转回去，停止它，它是不能被改变或停止的。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本性，如果它是天生的本性，它就无法被阻止，因为若是那样，这个东西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就无法在不杀死病人的情况下把癌症切除，类似这样的事情。好的。如果你否认这个观点即结果能够拥有自信，那么它就不可能停止或开始，它必须具有某种性质，而不是一个自信存在的性质，不是一个不可以改变的性质。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结果不是通过其自信而存在的。如果结果是无自性的，它就不可能开始，也不可能停止，因为它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性质。如果它有自性存在的性质，它尤其不可能停止。如果它根本就没有任何自性，它就不可能开始或停止。所以它有一个性质，但是不是自性存在的性质？我不太喜欢我的照片，我打算跳过它。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好吧？我有一些范文词汇给你，大家休息一下，享受范文的乐趣。我不知道，我对范文很感兴趣。下面是一些你可以用的词，它们将在下一节中被大量的应用。说 ekva， 所以梵语没有 v， 它就像一个 va。ekva 有一个 when 来自胜利。如果你知道印地语 ekva 的意思是一个和相同的，一个和一起。Chiti journey 是指因果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和果是一体的。Eka 的意思是一，这些都是印地语，所以 Eka 是意思是一。那是什么？一首歌，是的。于是 Eka 变成 ego 这个词，也是来自 Aham。你知道 Aham 吗？然后 Toa 总是成为 Sham 或 Nas， 因此 Ekva 意味着相同或一体的，它会派上用场的。因和果是否是一体的吗？它们不是，对吧？它们不是 Ekva。好，下一个词 Ayatwa， 它并不代表洋葱。Aya 是指其他的东西，其他与 Eka 相反。Eka 的意思是它们是一体的， Aya 的意思是它们是别的东西，也就是 N 一不在一起， N 一不在一起。所以 Ayatra 的意思是相对别的东西。如果它们不是一个，它们是不同于彼此的东西吗？基本上来自于否定词 A， 否定的意思是负面的 A， 正向意思是负面 A， 这是希腊语，它是不要在一起 Ayatra。 好的，下一个词是，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词，说 Swabhava， 对不起 Swabhavas。 好的，我不确定，这应该是一个长的 Bava， 这就是字典里的内容，但我有点怀疑，两个 Bava 和 Baha 都是去的意思，这个是要的，没有长的 A， 光是长的 A， 所以我很怀疑这个词，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传统。
Lowa iki 又把意味着存在通过其自信。Swa 是自己的意思，来自树，就像自杀。Sai 是杀的意思，如弑君或杀人，人类的杀戮、杀人。而树的意思是你自己，所以 Swa 的意思是自我。Bhava 是指性质，不的意思是成为，所以 Swabhava 意味着他的自信。Buddha 是一个不常用的词，通常是指发生了某些惊人的事情。在藏文里，Buddha 通常的意思是像是第3章的名字叫什么，练习。它叫什么？是的，应当是一个惊人的事件。我们将讨论这个事件，但 Buddhi 的意思通常是发生，事情发生中，大事。Buddhi 有时意味着大事情，所以 Swabhava 在这里的意思是他有自信，他自信发生了。通过他的自信，不是巧克力酱，他的存在不需要巧克力酱，它的存在就像是一碗没有巧克力酱的雪糕，所以有一些词将在今天的课堂上很有用。好了，下面是第6个选项。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讲完这个选项，令人耳目一新。结果是由一个起因触发的，这个起因要么是与结果相同的，要么就是跟它分开的。结果是由一个起因触发的吗？是由一个与结果相同或独立于结果的起因引发的吗？我们再来看看各种可能性。嘿，太荒谬了！说因和果是完全一样的东西的话，起因为什么一个会从另一个开始？所以取消那种说法，看第2种。顺便说一下，它重复了第2和第4行，这是龙树大师的风格。那很荒谬，如果它们是一个东西，如果它们是分开的，这也很荒谬。他总是这么说，如果是这样就很荒谬，如果是那样也很荒谬。所以 Namiya Kyapa 的意思就是大错特错。重点是这样，如果因和果是同一件事，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因和果完全脱节，那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如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意味着没有接触点，那么为什么要谈因果呢？如果因和果是一样的，那么被创造的东西和创造者就是一体的，创造者和创造物是同一件事。如果因果本质上是不同的，没有关联而互不相同，那么能令某件事发生的适当起因和不适当的起因，这两者都能成为令某件事发生的恰当起因了。那么解决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我不知道拿起一支笔或者是其他方式，那么一些不是起因的东西也可以变成起因。如果因果间没有联系的话，这是他的论点。如果起因自信的导致结果，既然因果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因和果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等等。对不起，我必须重新说明这一点。
起因导致结果，若这是自性存在的，它们永远不可能是两样东西以外的东西，它们永远不可能是两件事以外的其他事情，而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永远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说因果在本质上有区别是不正确的。如果因和果本质上是一件事，这也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么所有由因而生的事情，以及创造它们的起因、创造和创造者将是同一件事。我想这是一张好照片。那么妈妈是在亲自己吗？如果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是同一件事，那么这是詹姆斯·布朗母亲的照片。亲吻他们自己。我太帅了，我要亲吻自己。我太帅了，我可以亲吻自己。好的。顺便说一下，这是个常见的俗语。如果因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常见的哲学表达。如果在因和之间没有联系，对不起，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如果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然后 Uden 那么将其分类为因和果是不正确的。如果因果之间没有关系，那么将其归类为因果关系的例子是不正确的。第6个结束了，我们继续哦。我有照片吗？等会儿就来了。第7个，耶，我们快完成了。果的存在或不存在是通过自性而决定的，由因引发，因引发了果，是的。它是否通过其自性而存在，我无所谓，两者都是错的。让我们再说一遍，果是否来自于因？是的。它是由因触发的吗？是的。是由因引发的果。它是否独立存在？都不对。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果的存在是通过其自性，那么那个因就会失业。如果果已经存在了，因其自性而存在，那么因就会失业。这个起因要怎么做呢？如果果本身没有自性，那么起因要创造什么？如果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性质，那么起因应该怎么做？意思是，如果它根本不存在，因为如果它没有一个性质，它就没有一个身份，它甚至没有一个存在，身份被盗窃，而不是失业。下面是论事。如果你说因创造果，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说是的，你的问题是什么？当一个因创造一个果，这个果有自性吗？而你给出的2个答案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如果果是通过它某种自性而存在的，那么这个因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一旦某事物有了自性，它就没有必要再次被因引发。一旦事物有了自性，再次引发它有什么意义？你还能做什么？好的，我发现了，你准备好了吗？重点是，
我需要解释这张图。这些种子不能创造出这个成品石榴，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才是重点。如果成品石榴有任何自信，那么这些种子还能做什么呢？失业。对他们来说，现在做什么都已经太晚了。而如果果没有任何自信，那么怎么会有东西触发它呢？如果果没有它自己的特性，那么其他任何事情如何触发一个没有特性的事物呢？按照你的说法，而且有人将会告诉我你是谁，准备好了吗？按照你的说法，缺乏自信和不存在是同一回事。谁会这么说？我再说一遍，没有自信和根本不存在是一回事。那是另一个人的说法，就是那个人想要事物自性存在。如果他们不是自性存在，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身份，那他们也可以一粒爆米花，而不是一个石榴。他们没有一个身份，所以后来我选择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张好照片，我越来越沮丧了。我试图找一个案例，是种子不再有任何作用了。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否有帮助。如果这个果没有性质，那么种子就不可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没有性质的果根本就没有任何特性身份，它将是不存在的。这些种子将不会产生结果，它们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好的，总有一天人们会坐下来翻阅我所有的照片，然后这一张很好，开玩笑的。现在我们说第二节，大约有1000个第二节，我有做了笔记，欢迎你来拿。我标注了所有的第二节，很多功夫，所以你必须重复复习所有的第二节，然后找出它是哪一个。所以我在每个案例中都会这样做，因为我要清晰我当下所讲的内容，而且这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在这里，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说第二部分是什么，就像这一页前面的第2章，他们没有告诉你什么是第2章，他们也不告诉你第2章的名字，非常典型的。这就是藏地的风格，所以也许他们想让你回顾之前的内容，所以此处我们是否认。我们要证明那是不真的。单独的音从集合中分离出来的个别音，例如有起音和条件的集合，以及因和果的集合等等。让我们单独来谈谈因独一无二。我们要否认它可能有任何自性，任何独特的自性，就让我们把起因本身分离出来。我们先不在结果的语境中谈论起因，这是根本文。如果这个因没有触发任何东西，那么你怎么能称之为因呢？如果你不能把某个东西称为因，那么结果从何而来？不好意思，结果从何而来？我再说一遍。如果某个事物没有触发其他事物，你永远无法把它称为一个因。如果你不能把它称为一个因，那么结果又是谁的？如果没有因，结果属于谁？这是一个有趣的论点，而且他一直在重复这一点。如果因有某种自性，那么这个性质应该……对不起，如果因有某种自性，那么结果就应该有某种自性。他想这么说，另一个人想这么说。看，如果因有一个自性，那么与之相连的果就应该有一个自性。如果任何东西都有一个自性，那么
与它相连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一个自信，这是他大致的立场。为什么 Mite 我们说 Mite 为什么？如果因没有通过其自性产生果，然后他说，如果结果有它的性质，那么其因一定也有它的性质。我说对了吗？对不起，如果起因有它的性质，那么结果一定也有它的性质。然后我们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因不是通过其自性来创造结果的，那么因本身就无法通过自性存在。如果因不是通过自性而创造事物，那么因就不可能拥有自性。照片，如果它并非从自身来引发某事物，那它从来没有从自身的角度存在过。如果因没有从自身来产生果，那么因就永远不会通过自身而存在。这与他想说的恰恰相反。他想说，若结果通过其自身而存在，那么导致该结果的起因必须也通过它自身而存在。我们说不，让我们扭转局面。如果起因不通过其自身而存在，那么结果也就不通过其自身而存在。我们有点赞同他的方法论。如果说起因本身通过其自性而存在，这是不正确的。那么如果起因，如果说因有性是不正确的，那么如果一个果出现了，它是谁的？对不起，如果你不能说因有任何自性，那么请问具有自性的果是从哪里来？我再说一遍，如果起因没有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存在的果是从哪里来的？明白了吗？如果起因没有自性，而你有一个果，这个果却有自性，那么这个果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因。这个有自性的果属于哪个因？如果因不能有一个它的自性，我们说是孤立的，那么如果你得到一个果，这个果没有自性，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一个有自性的果，在逻辑上应该来自于一个有自性的因，但是如果你之前把这个因孤立了，并说它没有自性，可是你得到的所有这些果却有自性，它们不属于任何人，它们只是没有任何起因的突然出现，明白了吗？因为你必须说每个果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因，不是吗？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来自于其自身的果，拥有自性，你就得找一个有自性的因来与之匹配。但是你刚才说因并没有单独的性质，就拿一个因本身来说，它没有自性。好了，我们到了第3节。别忘了这个大纲是在丘尼喇嘛的书本里，他制定了符合证据的大纲，他就像一名侦探。他从血迹中还原了一个谋杀现场，所以他在文本上增加了这个结构，非常有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会100%投票支持。我见过一些书，作者有些画蛇添足的加入大纲，但此处的大纲似乎对我很适用。因此，这里的第3部分是，我将给你更多的理由，为什么一个果不会通过起因和条件的结合而产生，
我再给你一个理由，为什么果不会在起因和条件的结合情况之下突然出现？那是我们最想要的，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最舒服的感觉。葛西老师，你看，种子在那里，水在那里，还有阳光和园丁，给它施肥，然后它就会出来。一棵树要长出来了。事实上，我们在寺院里有超大的辩论，关于是否有可能在那个时刻扭转它。在结果出来之前的1毫秒内，如果所有的条件都具备，是否有可能取消一个即将出来的结果？出名的答案是可以。我们就觉得为什么？然后他说，要是一只乌鸦飞下来捡起了种子，而你们都好像，你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古老的有效论证。我想那时你会说起因和条件都不具足，因为种子在泥土里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想说，但这是一个著名的，我不知道，住持就好像是。我记得这场辩论。我们来讲讲别的论证。为什么果不弹出来？我们叫它什么？我给你5块钱，圆满的集会。这是我的词，我打算用它作为我下一个乐队的名字，圆满的集会。总之，试着努力想象，所有必要的起因和条件都已经齐备，糖、面粉、牛奶都在那里，烤箱已经开启，时间过了，蛋糕已经做好，所以我们将有一些最后的论证，关于为什么我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论点。如果你集合了所有必要的起因和条件，而它无法自身产生结果，如果这些起因和条件，也就是如果水、阳光、种子、园丁和肥料不能创造水、阳光和园丁，如果所有的起因都不能创造出自己，那他们怎么能创造成别的东西呢？我们需要一个注释，对吗？我再说一遍，如果种子、水、肥料、园丁、阳光不能创造出种子、水、园丁、阳光，那么它们怎么可能一起创造出一棵树？来，我们需要一个论式。因此，结果不是通过着急的起因和条件创造出来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聚齐因和条件，那也不可能创造出结果。如果没有结果，那你怎么能说收集到了所有条件呢？那就是反推，你必须有一个因，因为现在你产生了一个果，知道了吗？好的，我们继续。而有人说这是非常合理，看你想要一个结果，把所有的起因和条件放在一起，结果会弹出来，这就是它运作的方式。然后我们说，但你难道不同意条件和起因的聚集并没有创造出条件和起因？是的，这没问题，我们可以同意。肥料并没有产生肥料。这里有3个起因，而我觉得其中一个也很有意思，个人感受。来，当起因和条件走在一起时，它们本身并不创造自己。为什么？如果起因和条件可以结合在一起，并创造出起因和条件，那么就没有必要
让他们创造其他东西，比如说结果。这有点奇怪。第二理由，说某事物创造自己很矛盾，没关系，我们不能说种子创造了种子或类似的说法，除非你说的是种子本身的延续。但我喜欢最后一条，而且我想谈一谈这个。还有这个词 they 在藏文中的意思，梵文是 dravaya， 实质物质。这是一个在所有的学校里都备受争议的词，所以 they 的意思是东西。他说起因和条件的集合，不是 they， 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其他东西。他们不够实质性到创造出一些东西，不是起因和条件分开看，也不是起因和条件的组合。但集合并不能产生结果，集合只是一种情况，它不是一个东西。集合这个聚集的行为不是东西，既然它不是东西，它不会产生任何东西。所以我不想说起因和条件的聚集创造了树，我不想这么说。为什么？聚集只不过像是一个想法，它不是实际的东西，而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还不够大到创造为一棵树。起因和条件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聚集，并不够坚实，无法创造一棵2吨重的树。这只是一个条件。我喜欢这句话，这有点意思。既然起因和条件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坚实的东西，不像化学物质和营养物质，如果这意味着它不能产生一些东西，如果这种结合不是一个足够坚实的东西，无法创造结果，那么它怎么有可能通过自身创造出一个结果？这将是像 Motion Kibu 300块 Motion Kibu， 这是一个谚语，它的意思是不孕妇女的孩子。著名的表达方式，我不知道，一个失去了卵巢或什么的妇女的孩子，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聚集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并不足够坚实，无法产生结果，所以你们怎么能够说高级能自信存在的创造出一个结果？如果聚在一起，不是化学物质，不是种子，不是肥料，不是阳光的温暖，但是这个聚集在一起的行动，如果那些东西或事情还不够多，去创造出来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你还在说一些关于自信存在的创造出来的一个结果，如果它甚至不是一个正常创造出来的结果？明白了吗？因为他们最初在本节中的论点是起因和条件的结合创造结果。我们说不，我们可以说起因和条件创造了结果吗？是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起因和条件的结合创造了结果？不，那太理论化了。我们会说起因和条件的聚集创造了结果，如果聚集本身通过其某种自性而存在，我们说反正那是你编出来的东西。好的，我拍个照片，我尝试去。现在看来，你一定会发现我在尝试做什么。我试图创造一个多元素的画面，并没有共同的目的。而这只是一群人走在大街上，他们不是
走着去堆雪人或什么的，他们只是走在纽约的大街上，他们心中没有一个目标。人们在街上的行走不会创造出一个雪人。如果人们选择去林肯中心，我想林肯中心溜冰场，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就只是一群从第5大道上走过的人。那里靠近约翰最喜欢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不是在公园、百货商店。伯格道夫百货，伯格道夫百货，是。好的，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话题，我要慎重点。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对吗？我们要在几点结束？在5分钟内。好的，5分钟，我们时间刚好。我们这里有什么？他最后不是龙树大师，而是丘陵喇嘛会说，那么我们怎么想？我会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对，你应该更经常的挺身而出，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这里有，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确实同意，当起因和条件聚集时，它们确实产生了一个结果。我们可以说，在中观中，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是可以的。这样，但这个想法，但收集和召集的概念是人为的，因为它是 Zoom 的意思是一个谎言，但它其实是说人为的。起因和条件的结合是人为的，这是一个人为的概念。起因可能是坚实的，条件可能是坚实的，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像一个意见或其他东西。现在，如果你想这样说，我会同意你。那是谁？我是谁？丘尼喇嘛。如果你要这样说，我会同意。人为的人群聚集可以创造出人为的结果，这也没关系，我会同意。当人为和巧克力涂层具备时，如果它创造了一棵人为结果的树，那是巧克力涂成的，整个东西都是巧克力涂成的，我就会赞同。明白了吗？那我就没问题了。如果你的意思是人造的树，人造的起因，人造的聚集，就形成了一棵人造的树，我是可以接受的。嘿，你说的人为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它来自于我，它并非真的在外面。我在那里之前，它并不存在，我创造了它。酷，他还有一句话，可以吗？我们有时间。顺便说一下，我并不是说，如果起因和条件没有结合在一起，你就能得到一个结果。我没有这么说，不是这么说的。你们知道 Sindu， 这完全是垃圾。这就像你的东西是普通的垃圾，但说他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现在这完全是垃圾，它就像真的很有趣。Sindu 是完全的胡说。你通常所说的自信存在的东西是很蹩脚的。但如果你想让我说，我是说他们在一起时不会产生结果，那就太可笑了。我从未这样说过。还有一句话，顺便说一下，然后我们要完成这一章了，耶！然后我们这个课程还有一章，将是22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1章。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你遵循我在本章中提出的论点，而如果我们可以说得出的结果不是一个可以自信存在的东西，那么你就必须在逻辑上相信这些起因和条件的结合也不是什么自信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想向你们
指出的是，如果结果不是通过其本身就能存在，那么从逻辑上讲，起因和条件的结合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结果也必须如此。它们不可能是来自自身，它们一定是来自于你。肥料是来自于你，水是来自于你，园丁现身的事实是来自于你，今天太阳照耀的事实是来自于你。如果树是来自于你，明白吗？这有点可爱。因为这一切皆因如此，这一系列是怎么样，树也应当如此。对树来说是怎么样，这个剧集就应该是怎么样。进入第21章。这一章被称为对事物如何发生然后消失的调查。对事物如何发生和消失的调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主题。明天见。抓好你的帽子，系好你的安全带。